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任我行天下。今天我们来逛一逛希腊的克里特岛。希腊的海岛很多，克里特岛是最大的一个。和圣托里尼、米科诺斯等比起来，克里特岛可能不算最有名的，但其实克里特岛的颜值也非常高。再加上它希腊文化和西方文明摇篮的这块金字招牌，成为希腊旅游的 top 目的地之一。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克里特岛的悠久的历史和美丽的景色。咱们就从历史古迹开始说起吧。克里特岛上最有名的历史古迹，应该就是在首府伊拉克利翁南边的科诺索斯王宫的遗址了。这个王宫历史很久，据说最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开始兴建了，比中国商朝还早。这里是当时的米诺斯文明的政治文化中心。这个米诺斯文明很古老，咱们比较熟悉的荷马史诗和很多希腊神话故事，什么红颜祸水、美女海伦、特洛伊木马，都发生在这个之后的迈锡尼时期。科诺索斯王宫的复杂建筑结构、精美的壁画以及传说中的迷宫，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。我们看过之后，感觉毕竟是4、5千年的遗迹，并没有很宏伟壮观，但整个王宫规模很大，尤其是以当时的条件，非常了不起了。克里特岛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米诺斯文明的遗迹，包括斐斯托斯王宫、扎克罗斯王宫、玛利亚王宫等等。这些规模都没有科诺索斯大，但还是很值得有时间又喜欢希腊古迹的同学去探索一下的。看完了历史，咱们再来看看克里特岛古老别致的城镇。到克里特岛有几个城市是一定要打卡的。咱们先来看看克里特岛的首府和最大的城市伊拉克利翁。伊拉克利翁是个海港城市，也是岛上最繁华的地区之一。城里的考古博物馆很有名。看过了科诺索斯王宫之后，可以再到这个博物馆系统的学习一下米诺斯文明的历史。伊拉克利翁有个威尼斯古堡，也叫库勒斯古堡，就在港口边，默默见证着克里特岛被威尼斯人统治的那段历史。看完了古堡和海港，还可以花个1、2个小时在老城闲逛一下，吃个饭，喝个咖啡，很惬意的。另一个必打卡的城市是克里特岛西北的哈尼亚，又叫甘尼亚，可以说是岛上最具魅力的城市。哈尼亚的市中心是克岛大小城镇里最有味道的，在迷人的老港口附近，顺着海边走，看看地标圆顶清真寺和埃及人灯塔，还有旁边老城里几条小街慢慢逛逛，真的浓浓的威尼斯的感觉，喜欢小资情调的同学一定要体验一下。在伊拉克里翁和哈尼亚之间，还有一个魅力十足的小城，叫雷西姆诺。这座城也是岛上最具有威尼斯和土耳其风情的地方之一。和其他2个城市一样，雷西姆诺也有迷人的老城区、狭窄的街道和古老的建筑。不过最让我们惊艳的是它的威尼斯城堡。这个城堡依山而建，古老的城墙，还有基督教教堂改的清真寺遗址，都在诉说着它历经拜占庭帝国、威尼斯共和国和奥斯曼帝国的800多年的历史。登上城堡，可以俯瞰整个雷西姆诺城，碧海蓝天，金色沙滩，远方还有雪山相映，美景醉人。除了伊拉克里翁、哈尼亚和雷西姆诺这3个相对大一些的城市，克里特岛上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城，比如圣尼古拉奥斯，也是个迷人又浪漫的海滨小镇，可以好好住上几天，慢慢品味。除了这些魅力城市，克里特岛的自然风光也绝对值得你的眼球和钱包。先说说最有特点的粉红沙滩。这个沙滩在岛的西南边，因为细软的沙滩上夹杂着粉红色的珊瑚碎片，整个海滩真的都是柔和的粉红色调，很神奇。在这里游泳、浮潜、日光浴、走走沙滩都不错。粉红沙滩的海水清澈见底，而且因为毕竟是个相对小众的景点，游客没有雅典圣托里尼那么吓人的多，大家可以在这里感受宁静和纯净的海水和沙滩。另外一个很有名的，可能也是岛上最美的沙滩，是巴洛斯沙滩。这个沙滩在岛的西北部，有绵延的海岸线
和从浅绿到湛蓝的绝美海水。尤其是这里有个面积很大的泻湖，浅浅的暖暖的海水，透明清澈，游泳、浮潜或者就泡一泡，1个下午就过去了。巴洛斯沙滩北面2公里左右有个格拉姆五萨岛，也叫海盗岛，也有很漂亮的沙滩和海水，还有一艘50几年前的沉船，是个浮潜的好去处。玩巴洛斯沙滩，大家可以从哈尼亚开车过来，或者开到基萨莫斯港，坐个巴洛斯沙滩和海盗岛的1日游的游船过去。克里特岛不光有美丽的沙滩和海岸线，也有极漂亮的山景。喜欢爬山和徒步的朋友，克里特岛的萨玛利亚峡谷就是个必选项。这个峡谷位于克里特岛西部的白山国家公园，是欧洲最长、最深的峡谷之一。峡谷内有许多陡峭的岩壁、清澈的溪流和茂密的植被和岩石和石灰岩地貌。峡谷徒步路线从北部入口，穿过整个峡谷，最终到达南部的利瑞卡海岸，全程大概需要5到7个小时。我们在圣托里尼那个视频里说过，在希腊就没吃过难吃的饭，克里特岛的也不例外，食材都新鲜美味，沙拉、水果、海鲜、酸奶、红酒，味道都太正了。岛上的羊肉也非常可口，烤羊肉、炖羊肉都不错。在克里特岛吃饭，通常餐厅都会在餐后免费送上一点当地的拉克酒和甜点。拉克酒是葡萄皮酿的，度数都在40度以上，但口味纯正，挺好喝的。最后说一下交通和住宿。一般去克里特岛都是走伊拉克里翁和哈尼亚这2个大城市，2个城市都有机场和轮渡码头。岛上有公交，但我们建议是租个车，到各个景点方便一些。岛上消费不高，租车也不贵，就在旅游网站上找当地的租车公司，在网上下单，到时候人家把车送到酒店，手续办得清清楚楚的。至于住宿，克里特岛比圣托里尼岛这种网红地区便宜不少，在 Booking 等网站上很容易找到评分不错又亲民的酒店。当然，土豪级的高级酒店和民宿也很多，就看大家的消费理念和钱包了。这张照片是我们在哈尼亚的酒店阳台照的，无敌海景，也不贵。简单来说，克里特岛是个又有历史文化，又有山水美景和美食，而且价廉物美的好地方。你去了，一定不会失望的。下一期视频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希腊的历史，希望对去希腊玩的同学们有所帮助。最后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精彩的旅行内容。